数位牧民这个名词来源于英文的 digital nomad， 顾名思义就是以数位的手段四处谋生的人。这样的工作形态就是有电和网络的地方都能够工作，所以就能选择自己喜欢的地方，一次待个几个月的时间，边工作边休闲，然后可以再换到另外一个地方。腾冲的地理位置在东南亚的中南半岛上，属于中国的云南省，在云南省西南部的海拔1600多公尺的高原上，与东南亚国家缅甸接壤，是一个边境线上的小城市。这里的气候凉爽宜人，年平均气温大约在摄氏8度到20度之间。一年之中最热的时候是雨季，最冷的时候也不至于下雪。此外，还是云南省主要的旅游城市之一，所以有许多人选择来这里长居。究竟腾冲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？就让我从在这里的一天的生活说起吧。可能有一个晴朗的早晨，一早可以先用一点茶，还可以用一点点心。这样还不够的话，还可以有清粥小菜什么的。餐后还可以拿出一点闲情逸致，趁着阳光在村里面走走，也可以跨上自行车往村庄的深处去，感受一下人们的生活节奏。一路走，有风景和人们的生活百态。运气好的话，还可以遇上几天一次的市集。这样的市集有农民自家种的蔬菜水果，也有基本的日用品。有时候还可以找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。一路上有生活的气息，也有静谧的风景。阳光下的白墙有着多样的光影变化，斑驳的黄土墙上面也挂着几缕翠绿的生机。大门深锁的宗祠只能够静静地面对着它凭吊。进山里的路，走过这片树林，也许有开阔的风景。有许多风景值得人们暂歇驻足。路上最好还有这样一个地方，能够坐下来喝杯咖啡，配一小块糕点，坐在窗边，静静看着窗外的风景，疏解一路上的辛劳。城里的道路最让人觉得舒适的，无非就是河边的小路。在云南，种植东西可以是消遣，也往往就是生活的一部分。在这片美好的土地上，总想为自己种一些好的东西。小地方没什么夜生活，倒可以在自家院子里有一些属于夜晚的仪式。腾冲的地理位置比较特别，因为它位于连通东亚的中国和南亚的印度的一条最短的陆路通道上。
所以也就不难想象，这个地方自古以来有它相当的重要性。比如说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4年，中国远征军为了收复当时被日军占领的腾冲，血战了127天，死伤了近2万人，最后才使得腾冲成为当时所收复的第一个有日军驻守的县城。所以可以想见，腾冲也是个历史悠久的地方。其实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国时代，明朝的时候在这里筑城屯兵。历史这么悠久，当然也就保留了许多值得一看的地方，特别是那一些古朴的村庄。村庄的深处，巷子里常常隐藏着一些引人注目的大宅院。这些本地特色的木造建筑，通常没有太华丽的雕琢，却有几分粗犷感的质朴之美。当地也还保留着浓厚的宗教传统。直到现在，每个村庄至少也还保留了一座寺庙。信仰也还是人们的日常。这里的寺庙还可以看到一些腾冲的老林区缅甸的特色。腾冲所在的高原，四周环绕着大大小小的山脉，山上有很多现成的步道，是登山踏青的好去处。还有历史悠久的茶马古道，保留了一些痕迹，等待你去探索。虽然说这样的路上有许多的挑战，比如说认不清的路、吸血的蚂蟥和有毒的荨麻，深山老林里面的那些美景，会让你觉得一切都值得。腾冲的2个最美丽的季节风景，一个是看开花，另一个是看落叶。开的是2、3月份的油菜花，漫山遍野摇曳的花海。届时被醉倒的，多半是人们的心。落的是12月份的银杏叶，踏着遍地的金黄，要知道去珍惜这短暂的美好。一般数位牧民的工作是使用电脑上网进行的形态，所以就比较适合像咖啡厅这种有提供电和网路，还有安静的氛围的场所。腾冲的咖啡厅数量比较少，而且比较分散，多数集中在比如和顺古镇这样的观光景点。不妨也试试其他的选择，比如腾冲有一些比较新的美食区，位在视野比较好的地方。
有景色，有比较轻松的氛围。至于一般的日常饮食，腾冲作为一个外来人口众多的城市，选择还是很多的。此外，还有一些地方特色的小吃，等待你去发掘。对习惯在超市购物的人来说，腾冲也算方便。市区就有几家比较大的超市，除了一般的蔬菜、水果、肉类、鱼类之外，有卖熟食，也有卖其他日用品，以至于电器。要买菜的话，也可以去传统的菜市场。除了一般的蔬菜、水果、肉类、鱼类的摊位之外，也有很多当地农民摆地摊卖自家的农产品。